乌军无人机群空袭列宁格勒、布良斯克，重击俄军后勤工厂。库尔斯克乌军陷入苦战，乌军24旅乘胜追击，解放恰索夫亚尔。120架欧洲战机捍卫乌克兰，法国斥资1000亿欧元抗俄。波兰训练3万乌军，并寻求发展核武。朝鲜自制核潜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自美国暂停军援和情报后，俄军加大了进攻力度，乌军没办法，也只能加大空袭来抵消影响。据战争研究所援引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科瓦连克中尉的话报道称，3月8日，乌军连夜袭击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西炼油厂。报道称，遇袭地点距离俄乌边境800多公里。遇袭的基里西炼油厂是俄罗斯第2大炼油厂，每年处理约2010万吨石油，专门从事汽油、柴油和燃料油的生产。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声称，此次袭击导致该炼油厂损坏了至少1个油罐，且已被迫暂停生产。与此同时，乌军还大规模空袭了布良斯克的后勤工厂。据开源情报报道，3月8日夜里，乌军无人机群和俄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斯塔罗杜布地区上空展开了近1个小时的交火。报道称，乌军的目标是当地的一家后勤工厂，它长期都为前线的俄军生产干粮之类的补给。但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该工厂已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猛烈打击，并燃起了大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半个月以来乌军对布良斯克州发动的第3次攻击。之前乌军第12旅曾在2月底猛攻布良斯克，并一度攻入谢佩特列夫斯基森林区，破坏了俄军的掩体和据点。如今乌军又重启对布良斯克的远程打击，可见尽管美国切断情报支持的行为影响了乌军的打击效率，但这并没有阻止乌军反击的脚步。前线战场也是如此，乌军正用反击阻止俄军强化后的多方位战斗。库尔斯克战场双方战斗完全进入了白热化，多个方向都在激战。综合战争研究所和战役地图等多方消息，在苏贾西北方向，乌军正同俄军第72师第22突击团和第155海军步兵旅在旧索罗齐纳和尼科尔斯基激战。苏贾西面，乌军则和俄军第810海步旅第104空降团与列别杰夫卡激战，俄军即将兵临洛克尼亚。苏贾北面，一位俄军事博主称，俄军第30摩托化步枪团和第1427摩托化步枪团正在科波列诺耶村附近推进。至于苏贾本身，3月8日车臣的阿赫马特，俄军第30摩托化步枪团、第11空突旅以及退伍军人突击分队和第177海军步兵团发起了攻击。据乌克兰真理报等消息报道，俄军试图学习在阿夫提夫卡的战术，通过天然气管道秘密进攻驻守苏贾的乌军，但没能如愿，在郊区就被乌军发现，结果可想而知。如今苏贾仍在乌军控制之下。在苏贾东南方向，乌军同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激战在库里洛夫卡村，全力阻止其与西北俄军第83空突旅会合，并阻止俄军切断乌军补给线。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匿名的乌军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目前有大约8到10辆俄军装甲车突破了乌军防线，正在库里洛夫卡和圭耶沃之间的推进。路透社和英国《每日电讯报》也报道称，如今200公路已处于俄军炮火的封锁中，且有大量朝鲜部队参与了切断乌军作战，并以无人机扰乱基辅补给链和后勤。如在近日战斗中，就有10余辆乌军后勤运输车和2门 M109 火炮被俄军光纤无人机摧毁。一名乌军士官透露，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失，乌军正考虑从库尔斯克撤退，但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似乎已经考虑到这种结果，正在摧毁库尔斯克州和国际边境沿线的桥梁。如俄军第177海军步兵团摧毁了苏梅州麦罗皮利亚和库尔斯克州戈尔纳尔之间普塞尔河上的一座桥梁，并用炮火封锁了200公路，同时安排小股步兵延续在苏梅州诺文科附近缓慢推进。仅仅几天，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局势就已恶化，且陷入了被包围的风险。之所以如此，《时代》杂志报道称，美国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一举动帮助俄罗斯在前线的关键地段推进，并导致乌军士兵遭受重大损失。就是不知道美国是否向俄军提供了乌军兵力部署等关键情报。毕竟以俄军如今的战力，根本做不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击穿乌军14个精锐旅的防线。库皮扬斯克方向，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通过反击已重新夺回了北翼被俄军控制的桥头堡，并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顿涅茨克州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指出，俄军加大了对恰索菲亚尔的推进。如近期，俄军曾出动超过25辆装甲车向乌军控制区发动突袭，但在被乌军第24旅等部摧毁11辆、击伤5辆装甲车后败逃出战场，如今处于防御态势。而乌军则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入了市区中心，解放3平方公里领土。而俄军之所以会败退，据一名作战的俄军士兵称，过去1周，俄军虽然发起了大量突袭，但战线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究其原因，仍然是乌军掌握着制空权。乌军无人机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侦察、打击，远远超出了俄军的承受能力。结果，俄军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结果同时披露，在俄军进攻恰索菲亚尔的11个月里，俄军已损失了超过35000人。而现在乌军又成功发起反击，报道预计接下来的争夺还会愈加激烈。托列茨克如今已取代红军村，成为了新的焦点战场。据悉，俄军在攻克库拉霍沃后，就将大部分兵力调到了该战场。但从目前结果来看，俄军依然无法阻挡乌军的反攻。据乌方消息显示，如今在托列茨克的俄军面临着被包围的风险。在昨日的战斗中，乌军第12亚速旅第49独立突击营在扎巴尔卡区向俄军第110旅和112摩步旅阵地发起猛攻，在将其击溃后，又一路横推到马尔塔街与伊尔库斯卡亚街交汇处，目前双方正在进行残酷巷战。与此同时，俄军第150师则加大了对西面列奥尼夫卡和希尔比尼夫卡定居点的炮击力度，甚至都用上了文压弹，企图瓦解乌军攻势。但乌军第1特种警察旅和116旅同样放出大杀器龙岩无人机，双方在烈火中交锋，最终俄军不支，选择了后退。尤其是希尔比尼夫卡，如今乌军已将俄军赶出该村大部分区域，并夺回了克里沃、托列茨河东岸一些先前失去的阵地。红军村方向，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称，乌军虽成功实施反击，但该处战场俄军仍占据主动。只不过俄罗斯并未像2014年12月和2025年1月一样大量占据乌克兰领土，而是保持着与上周一样的袭击频率，推进速度大幅放缓。乌军则趁机加大对俄军后勤、据点、前线指挥部等目标的空袭。目前俄方还未对乌军的反攻做出评论，不过综合来看，近期乌军的反击似乎并不像一个局部现象，而是一个整体性的行动。南部战场可能还处于集结状态，双方以空袭的方式居多。据开源情报报道，时隔半个多月，乌克兰再次发起对克里米亚的大规模空袭，袭击地点集中在西部的萨基一带。同时，俄军的贝尔贝克和诺夫多利夫卡2个机场附近也传出了连续的巨响。俄军防空系统紧急启动，在空中与乌军无人机展开了激烈交战，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这是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此役乌军不仅发射了大量无人机，还派出苏27发射导弹，目标直指当地的俄军指挥中心。此举无疑是在向外界释放信号，那就是即便没有美国情报的支持，乌军依然有能力对俄军发起远程打击。总之，无论是恰索菲亚尔、托列茨克还是红军村和库尔斯克，乌军反击异常活跃，而且开始具有连续性。据乌总参谋部称，3月8日，乌军共歼敌1000人，摧毁4辆坦克、24辆装甲车。客观来说，乌军异常活跃的表现也和最近的国际环境变动有关。美国的施压并没有让乌军士气受到影响，相反，在美国暂停军援前后，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天然气能源和基础设施的空袭力度。俄军趁着乌军缺乏防空导弹情报支持，开始疯狂袭击，想要击垮乌克兰。如3月7日，俄军发射67枚导弹，194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后方；3月8日又发射3枚导弹，145架无人机展开袭击。据悉，俄军大部分空袭均被乌军防空系统拦截，但仍有小部分造成了损失。目前可知地点大约在哈尔科夫至伊万诺州一带。袭击导致当地的能源设施起火，一度陷入停电状态，并造成顿涅茨克州11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也于3月8日指出，俄军在过去3周内已7次袭击了敖德萨市的能源设施。看样子，美国暂停援助的做法并没有让俄罗斯有停战的意思。战争研究所也继续评估称，俄罗斯正利用美国暂停援助和情报共享的机会，加强其远程打击行动，并耗尽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战场外，欧洲则加大了支持的力度。据英国卫报披露，欧洲准备在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周围部署超过120架战机，以拱卫他们的领空。报道称，这些战机届时应该会和欧洲地面部队一起进驻乌克兰前线，为乌克兰的停火协议提供安全保障。
这表明欧洲将准备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入手，增加安保系数。而黑海预计将由土耳其海军巡航，对此俄罗斯自然不同意。如其外长拉夫罗夫曾于3月6日表示，如果欧洲军队部署到乌克兰，就意味着北约正式介入乌克兰战争，这是俄方绝不允许的。另一方面，欧洲理事会负责人科斯塔在欧盟安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数欧盟成员国已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5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显然，这里的多数不会包括匈牙利。不过，如今欧洲议会已经在动议，计划直接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所以欧盟大概率将强推这个援助方案。此外，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提议批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200亿到3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但由于匈牙利阻止，该计划目前仍在讨论中。与此同时，法国也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法新社报道称，马克龙呼吁欧洲各国将军费开支提高至 GDP 的 3% 或 3.5%， 而目前法国的军费开支仅占 GDP 的 2%， 这意味着法国每年需额外增加约300亿欧元军费开支。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则表示，法国军队要达到最佳作战状态，需要每年接近1000亿欧元的预算。这对如今财政紧张的法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幸运的是，据法国《星期日报》委托民调机构 CSA 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1010名法国人中，有 59% 的法国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甚至同意削减其他领域的资金以实现该目标。此外，挪威方面宣布，计划将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1倍以上，这意味着2025年他们的军援将达到80亿美元。波兰方面还透露，目前已训练了超过3万名乌克兰士兵，并准备和波罗的海等国扩大军训计划。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波兰已宣布寻求发展核武器。据 NEXTA 新闻报道，3月7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议会发表了劲爆言论，明确透露出希望拥有核武器的想法。图斯克表示，为了波兰安全，我们必须追求最先进的打击能力，这其中就包括核武器。他还称，已和法国方面接触，讨论核共享的方案。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可以为欧洲提供核保护，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愿意跟进，现在波兰也迈出这一步了。其实波兰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历史遭遇上，都和乌克兰十分相似，所以他们拥有着和基辅一样的现实压力。毕竟波兰属于欧洲和俄罗斯相持的最前沿，能有此想法也不奇怪。只不过不久前，乌克兰、韩国、日本、越南、沙特等也都重提要拥有核武器，难道人类要重回丛林时代了？此外，图斯克进一步透露，如今乌克兰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的希望也十分渺茫，欧洲必须站出来为乌克兰和自身安全着想。因此，他还计划将波兰的军队从20万提升至50万，国防开支也将达到 GDP 的 4.7%， 成为欧洲之最。据美联社报道，朝鲜官媒朝中社公开了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舰的照片，并宣布朝鲜正在打造第一艘核动力潜舰。虽然报道并未提供关于这艘潜舰的更多细节信息，但韩国汉阳大学潜舰专家文根直推测称，这艘核潜舰似乎是6000吨或7000吨级，能搭载10枚导弹。他警告称，将对韩国和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长期以来，核动力潜舰一直是朝鲜希望拥有的先进武器之一。金正恩曾在2021年党内政治会议上誓言，引进包括核动力潜舰、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武器，以应对由美国带头不断升级的军事威胁。美联社评论称，若朝鲜确实获得水下发射导弹的能力，将是令人担忧的进展，因为这将令对手难以事先侦测到朝鲜发射导弹。至于受到国际社会严厉制裁的贫困朝鲜，为何能获得资源及能力自制核动力潜舰？文根直专家推测认为，朝鲜能自制核潜艇，恐怕是和此前向俄罗斯提供传统武器，并派遣朝鲜士兵协助俄罗斯侵乌，进而换取核技术有关。他推测认为，这艘朝鲜自制核潜艇将在未来1至2年内下水测试，接着实际部署。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空军和以色列空军举行了联合演习，演习项目包括以色列的 F-15I 和 F-35I 战机与美国 B-52轰炸机联合飞行战术演练等，旨在加强两军之间的作战协调性，并增强其应对各种地区威胁的能力。然而，以军并未透露这次联合演习的具体地点等信息。
分析人士据此推测，此前以色列空军曾在没有美国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对伊朗实施了2次打击，因此这次联合演习可能是在为两国有可能联合发起的对伊朗地下核设施打击做准备。此外，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新任总参谋长艾亚勒·扎米尔表示，2025年将是重点针对加沙地带和伊朗的战争年。他将调整以军战略体系，例如加强针对伊朗的情报和空军力量等。同时，他还强调将尽一切努力救援被扣押人员。而在以色列做出新政策的同时，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也不再平静。其中，在伊朗方面，据美联社援引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东北部一处军事基地的集装箱发生爆炸，随后引发火灾，共计造成数十人伤亡。然而，报道却没有详细说明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具体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德黑兰东部地区是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以及其他诸多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对伊朗具有战略意义。在叙利亚，该国西部塔拉基亚省的安全部队遭到当地武装组织袭击，双方一度火拼，并造成大量伤亡。随后，拉塔基亚市和霍姆斯市均对外宣称将实施宵禁政策。在黎巴嫩，由于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尝试转运武器，导致以军并未完全撤离黎巴嫩南部地区，且在驻守期间，以军多次在黎巴嫩境内打击真主党军事设施，此举引发黎巴嫩新政府不满。黎巴嫩政府军表示将会持续监测整体局势，必要时将会与监督停火协议的委员会和联黎部队采取紧急措施。据防务24报道，波兰先后与日本和韩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其中波兰、日本方面双方就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达成一致，并将通过北约组织推进国防合作，同时还将利用今年日本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的机会，进一步加强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在波兰、韩国方面，实际上两国自2013年以来一直都是战略伙伴。然而近年来，波兰开始实施大规模投资计划，陆续对其武装部队进行现代化升级，促使韩国进一步成为了波兰列装武器的主要供应国。据波兰外交部长希科斯基表示，韩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波兰第2大非欧洲投资国，而波兰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韩国军事装备接收国。双方的国防合作关系已然越来越密切，后续还将会就军备生产、技术转移等多个项目持续合作。波兰借此可进一步成为在欧洲推广韩国军事装备和重建乌克兰的枢纽。此外，据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表示，韩国正在启动一项超过2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应对乌克兰在能源、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紧急需求。他还表示，韩国去年已向乌克兰提供了4亿美元的援助。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海军近期开始向后勤技术部队交付了第1辆新型救援起重机，后续共计还要交付27辆。该起重机由美国海军多个部门联合研发，其可细分为2种型号，一种是负责在航母上工作，专门用于调动飞行甲板上严重损坏的飞机或直升机，也可针对落海的战机进行吊挂。由于任务对象都是较重的舰载机，因此该型起重机吨位比较大。一种是负责在2栖登陆舰上工作，其吨位相对较轻，而且为了增加该型起重机的稳定性，在宽度范围内还设有支架。此外，该型起重机还采用了新的柴油液压系统，能够更好地进行后期维护工作，未来将逐步取代传统起重机。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表示，该国无人舰艇计划中的首艘概念原型船挑战号已正式完工并下水。根据报道，挑战者号由英国信嘉集团建造，其长约54.86米，排水量240吨，可能搭载有 BAE 系统公司的自适应甲板发射系统。该系统能够与现有的 Mk25 发射系统以及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兼容。在未来数月内，该舰将接受一系列泊港、海上测试，以满足美国海军新形态的水面作战构想，从而强化整体战力。此外 ，DARPA 还曾于去年底表示，美国海军的游骑兵号、水手号无人舰已首次完成海上自动供油机制验证，而下一次的测试对象就是这次下水的挑战号。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库尔斯克乌军能扛住这波俄军攻势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